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T 先生的菜地和蘑菇坊。这一棵桑葚从今年4月5号第一次采收，到昨天为止5月5号，整整的为我们提供了1个月的桑葚果子。而且在这期间，这个桑葚是用网子罩着的，所以是颗粒归仓，每一颗都吃到了。上面呢还有几颗零星的果子，也不能等它最后成熟了，因为季节很重要，需要尽快的把它修剪，让它在今年入冬之前长成像这样茁壮的枝子，成为明年的结果枝。那今天要做的2件事，第一就是修剪，第二呢就是给它施肥。从剪之前，先来我们到树的里面内堂去看看这个树的结构，还有过去几年所修剪的痕迹。这个应该是3年前修剪的，看到没有？这里修剪，让它形成了这些大组织。然后，这个应该是2年前修剪的，前年修剪的，在这里有痕迹。2年前修剪了之后，长出了这些枝子，长出了这些，我们说2级枝好不好？那去年呢，在这2级枝的基础上，来这里看，在这里又剪了，所以又长出这种第3级枝子。那第3级枝子就是今年的结果枝。那这个都是的，这是去年剪的。我们再看，这也是去年剪的。那今年呢，我想做一个实验，一个就是我把那一边的枝子，把它全部剪到2级组织上面去。你看，这个是一级组织，这是2级组织，那这是3级枝，所以我会把这些枝子全部剪掉，把2级枝子都剪掉，狠狠的剪到这个1级组织这里来，把这些都剪掉，所以直接 cut back 到1级组织，让它从这里再萌发，这是一种思路。这一半边是这个思路，那这一半边呢，就是打算把它 again cut back 到2级组织上面去。你看，这个是1级组织，这个是2级，那这是2级，在2级上面剪的口。那今年instead of在这里剪这些枝子，今年我会把这些2级组织都 cut back， 所以说留一点点2级组织。这是这么一个修剪思路。那下面就来操作。那这是主体思路了。至于其他的，还有一些小的，像这种内堂的，这个前面我也有视频说去年的修剪怎么样，看今年的结果就来见分晓。前面有那么一期视频，大家可以点击右上方看那期视频。那期视频有个结论，就是像这种内堂枝在里面，它有很长一节是光杆司令的，很长一节是光杆司令，不挂果的，一直到上方去才有枝有叶才挂果。所以今年呢，要减少这种内堂枝，像这种也是内堂枝，看到没有？这光杆司令，这种东西，今年都要把它都把它修理干净。这个是总体思路。那下面就来动手剪了。这个就是把2级组织短节到3到5个芽点 cut back。这个枝子有点是内堂的味道，所以把它从基部剪掉。这个枝子呢，暂时留着，后面再根据另外一个枝子综合考虑，暂时先把它留着。这个枝子是在树冠的底部，把它从根部剪掉。这些都是2级组织短节到3到5个芽点。
好了，这边就修剪完了。你看，这是一级组织，上面有些二级组织留了3到5个芽点。那这边呢，就是全部把二级组织剪掉，从基部剪掉。然后这一级组织比较粗，所以需要用锯子来锯。那我们用锯子锯这样比较粗的枝条呢，最好是先在底部给它锯一下，否则的话这个树枝比较重，它倒下来会在表皮形成一个拉伤，把树枝形成一个很大的伤口。那现在我们来看，刚才留下的这条枝子和这个枝子就有重复。那因为所以先把这个干掉，用这个短一点。这个枝子呢，它往外延伸的稍微长一点，所以就把它短截一下就好了。这个就是修剪完了。我们希望是在剪口以下，它能够刺激它长新枝，就像这样子。这就是去年修剪的，希望它能长出这么茂密的新枝子出来。最后，我们用这个小的剪枝剪把这些小毛枝再修理一下。那还有就是刚才用那个剪枝剪留下了这一些剪的不是很平整的，我们用锯子再把它锯一锯。这是剪树枝的一个原则，就是你的枝子啊，你要想把它剪掉，就把它从基部剪掉，否则的话呢，它的这里很可能还会长出一个芽点，长出一个小枝子出来，而且从基部剪掉也是有利于它伤口的愈合。修剪就完了，你看这下面剪了多少下了？所以桑葚和葡萄是属于一个类别的。后面我们讲葡萄我再说，它需要把当年的生长量的90%减掉，95%。那对于桑葚我们看是100%，基本上100%的减掉。下面我们就来给它施肥。施肥之前，先要把这个茂秸把它扒开。那我这是堆了一层碎木屑。碎木屑做茂秸确实是效果相当好，在于防杂草、保湿，而且给这个树根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，是相当好的。在这爬的过程当中呢，假如说你发现有一种叫做我们叫地老虎。也就是金龟子的幼虫了，你记得把它弄死，因为这种东西它就是吃损伤植物根系的，英文也叫 cutworm。那下面就准备来施液体肥。那下面我要施的肥呢，就在这里。这就是我的液体肥。大家假如说不知道我的液体肥，大家请参看我前面有视频，点击这个屏幕的右上方的链接，看看我用这个植物的残渣做的液体肥。那这些液体肥是充分腐熟的，所以它应该是属效肥，就直接把它这个加上 EM1，我这是火候的 EM1，这样一升，火候的 EM1可以配这么5桶，所以每一个桶呢就倒这么1/5进去，然后把它加满，加水稀释，淋在这个里面去。施液体肥之前是要把这个土壤要疏松一下，因为在这1个多月时间里，采桑葚每天在这树底下碾压，这个土壤都被踩压的比较板结了。要是不松一下土的话，直接浇液体肥，浇上去它会流失掉，
会不太容易浇进去，所以需要把土给松一下。那在松的过程当中，假如偶尔伤到一下桑树根，也是 OK 的，因为现在因为这个松土也松的不深。那要是在冬季，在休眠期间，你假如说给植物松土施肥的话，那是可以松的更深一点，那伤了根系，那更是没有关系。那现在呢，是因为是生长季节，所以稍微松土就浅一点。那假如说是我发现伤一点树根也是没有关系的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还会发现很多这个地老虎，就是金龟子的幼虫，所以还是要把它们捡出来，要把它们弄死掉，否则的话，它也会危害你的根系的。下面就是往这里面加EM1，一个桶子里加这么1/5瓶。这个EM1加进去，这个液体肥都不臭了，所以是蛮好的。那下面再就加这个兔粪，这个兔粪是没有完全腐熟的还，但是兔粪它腐熟的速度比较快，而且这里面大部分都是这个兔子没有消化完的饲料，那就是蛋白质了。所以这个兔粪是在这个它的称为滴水线以外，也就是树冠的外围，所以像这种肥料都不要直接施在这个它的基部。另外就是这些兔粪是没有腐熟的，所以不要让它直接接触根系，你是把放在这个土壤的表层，相当于，然后盖上 compost， 盖上帽基，最后随着雨水浇水它会慢慢的进入到这个这个兔粪腐熟之后，它的肥效会深入到这个深达根系，然后达到营养作用。那最后呢，就是把这个物质气谱又重新覆盖上去，又重新给它盖上一层帽基，也保湿，然后呢也增加这个兔粪的腐熟。因为这个兔粪当中除了兔粪以外，很大部分是属于兔子没有用完的饲料，还有一些是禾秆的秸秆，像麦秆之类的，这是给兔子用来做的 bedding 的，所以也需要一个潮湿的环境，加速腐烂，所以再盖上帽基是一个很不错的措施。据我的经验，差不多2个月、3个月，这些都会腐熟掉。这次施肥既有熟效肥，又有这个还没有腐熟的这个有机肥，是我1年当中给这个桑葚唯一一次施肥的。我在这个
冬春休眠期我就不再给它施肥了，所以就这一次就够了。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经常在堆帽器的过程当中，很容易犯的错误，一个小常识吧，就是不要把帽器堆到这个树根的基部，因为这个不管是果树还是其他的树，我们常常会在你的社区看到有人把这个帽器堆得很厚，从树的基部一直堆到外围，堆那么1尺来厚，其实这是错的。这个植物它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是有明显的区别的，根是应该深深的扎到土壤里面的。假如说你把这个树的这种基部对上厚厚的帽器，这给这个植物给这个树形成一个错误的印象，它以为是在地下，所以它在这里会萌发长成气生根。那这个气生根的产生是对植物不健康的，所以你可以看看你的树，假如说是这样堆帽器，而且已经长出了气生根，我建议你首先把帽器刨开，把这些气生根剪掉，然后把这种根茎部把它露出来。好了，这个就是今天的采收之后的修剪施肥。那后期在这个剪口的刺激下会萌发很多枝条，我会给大家也许会介绍一下这些枝条，再做一些清理。那今天谢谢大家观看。